我是嫦娥，久居清冷仙界，于那超脱尘世的岁月里，心已如古井无波，对红尘情愫早断念想。那一日，我偷离仙界，踏入凡尘，于葱郁山林间，我与打猎归来的后羿不期而遇。他身姿矫健，目光如炬，见我之时，眼中先是闪过惊艳，而后便径直上前，直白地询问我的姓名与住处。请问姑娘尊姓芳名，家住何处呢？陌路相逢，何必问我姓氏？日后若有机缘，当到府上拜访。只怕告诉了你，你也找不到我。我心中虽有些许慌乱，但仍婉拒了他。他眼中瞬间燃起怒火，嘴里低声喃喃自语：好意，平日你穷无不取，你也未免太自信了。那模样莽撞却又直率，恰似一颗炽热的星火，毫无防备地投入我那早已沉寂如渊的心湖，溅起层层涟漪。我本就对清修避世的神仙生活心生倦怠，这突如其来的炽热情感让我如飞蛾扑火般，不顾玉兔在旁的焦急阻拦，毅然决然地向他抛去花冠，以最直白的方式表达我内心萌动的情意。彼时惊雷劈开厚重云层，发出震耳轰鸣，可沉浸在甜蜜爱意的我却浑然未料，这一瞬间的心动竟要用我此后的永生偿还，怎奈天意弄人。王母得知我私自与凡人相恋，雷霆震怒，将我贬下凡间，但我却也因此得偿所愿，与后羿结成夫妻，满心欢喜地以为能从此沉醉于温暖的烟火生活。然而命运的恶意却悄然降临。河伯这位对我倾慕已久的水神，得知我下嫁凡人后妒火中烧，竟公然上门，欲强行将我带走。后羿那骄傲如烈日的男子，尊严与骄傲被无情的挑衅，他哪里肯忍？不顾我的阻拦，心中的怒气如燎原之火，执意要与河伯一决高下。河伯狡诈，不断用言语激他，最终后羿被激得失去理智，竟剑指扶桑神木。我深知扶桑神木之下隐藏着9只金乌，一旦触动必将引发天下大劫，心急如焚地将此告知于他。可他终究还是没能抵御激将法的刺激，满腔愤怒之下搭箭射出。那一箭带着他的怒火与不甘，如流星般急射而出，刹那间扶桑断裂，9轮烈日如挣脱牢笼的凶兽疯狂撕开天幕，炽热的火焰瞬间席卷大地，所到之处一片焦土，生灵涂炭。仅仅因为英雄的一次冲动与任性，世间便陷入了无尽的炼狱。望着眼前这片被烈日炙烤的满目疮痍的大地，听着百姓们痛苦的哀嚎，我满心皆是自责与悔恨。我不禁质问自己，究竟是怀揣救世之心下凡的仙子，还是那引发祸乱3界的红颜祸水？怀着这份沉重的愧疚，我心急如焚地奔赴终南山。在那高耸入云、静谧清幽的山间，我忍着剧痛抠出自己的心珠，那心珠凝聚着我千年的修为与心血，光芒璀璨，却又透着丝丝哀伤。而后我又怀着满心的虔诚与哀求，向王母求来了轩辕神剑。在那漫长而艰难的拯救过程中，我耗尽心力，终于让大地重新恢复了春和景明的模样。百姓们欢呼雀跃，可我的心却愈发沉重。此时后羿因射落9日的壮举，被众人奉为新君。然而他不过是一介只知武力的莽夫，对于治国理政一窍不通。自登基之后，他刚愎自用，独断专行，一味迷信武力，妄图以严苛刑罚治理天下，又在佞臣寒浊的蛊惑之下，不断加重赋税，扩充军备。可怜那些百姓尚未从天灾的阴霾中走出，便又要承受战争带来的沉重苦难。连年征战，马蹄声声踏碎了百姓们对春天归来的美好夙愿。御书房中的地图，那上面的每一寸都仿佛浸透了将士们的鲜血。我看着这一切，心急如焚，试图用温柔规劝，希望能唤醒他心中的良知与对百姓的怜悯。我无数次苦口婆心的劝谏，可他却充耳不闻，固执己见。他说，我虽无尧舜之德、夏禹之能，但是我为民造福之心比先朝帝王并不逊色。眼见着自己的努力无法撼动后羿半分，无奈之下，我只能趁他出兵之际，冒险打开国库，赈济那些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灾民。传命，
将余粮拨出一半，赈济灾民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我的这一举动竟致使我被后羿幽禁于后宫，那曾经充满爱意与温暖的宫殿，如今却如同一座冰冷的牢笼，将我困在其中。我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，心中明白，当年那个为了苍生不息舍身射日的少年，早已在权力的深潭中溺亡，不复存在。没了我的劝阻，后羿愈发陷入疯狂的深渊。他听信韩卓与妖道的谗言，一心追求长生不老之术。为了炼制那虚无缥缈的仙丹，他大兴土木，耗费无数民脂民膏，修建起奢华至极的长生楼。更令人发指的是，他竟听信妖道之言，要用500童男童女作为炼丹的祭品。那一张张稚嫩的脸庞本该洋溢着纯真的笑容，却因他的疯狂即将被推向无尽的黑暗。我得知此事后，心急如焚，冒死闯入宫中相劝。然而此时的后羿早已被永生蒙蔽了双眼，将妖道的谗言奉为至高无上的圭臬，对我的苦苦哀求置若罔闻。妖道更是嚣张至极，竟要拿陪伴我多年的玉兔做炼丹引。在娘娘身边那一童儿倒有几分仙骨，吾能将他投入炉中炼制仙丹，当可事半功倍。那一刻，我仿佛听见心中那根维系着我们多年感情的情丝被利刃斩断，发出清脆而又震耳欲聋的声响。我们终究还是在命运的捉弄下成了彼此无法挣脱的结束。在这走投无路的绝境之中，我怀着最后一丝希望，向王母求回了星珠。我试图以星珠为饵，哄骗后羿与我一同上天庭，希望能借此让他远离这无尽的欲望深渊。然而当他看到星珠时，眼中闪烁的只有对丹炉里长生仙丹的无尽欲念。此乃千年的星珠，吃后可以飞升天界，永列仙班。谁要成仙成道，我要永世为王。我深知眼前这个男人已彻底迷失在权力与欲望的迷宫之中。星珠入喉，刹那间我恢复了1000年修为。此时我看到祭坛上童男童女们正被无情地推进火海，凄厉的哭喊声刺痛着我的心，愤怒与绝望如汹涌的潮水般将我淹没。我毫不犹豫地召唤雷霆，强大的力量如排山倒海般涌出，瞬间摧毁了那象征着罪恶与疯狂的长生楼。后羿见状恼羞成怒，他红着双眼，毫不犹豫地拉弓对准了我。那曾经射日的神弓，此刻却对准了曾经深爱的我。而最终那柄承载着无数荣耀与罪恶的射日之弓，如命运的审判，狠狠压垮了他。后来听说星帝将我们的故事编成戏文，可却删去了所有的不堪。也好，就让传说永远停留在射日封神的那天，至少在那时的少年会为了苍生甘愿折腰，少女还信那月光能够照亮人心。